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深夜11点，老友记餐厅的后厨还有水汽。洗碗间里，57岁的老刘弓着腰，双手在热水里搓洗着油腻的锅子。他手背上青筋突出，手掌上的老茧厚得像树皮。这是17年洗碗留下的。水龙头哗哗响，老刘的动作机械又熟练。他不说话，也很少笑，就像一台永远不坏的洗碗机。汗珠从他额头滴下来，和厨房里的油烟、水汽混在一起。餐厅前台的小办公室里，45岁的马老板穿着笔挺的西装，和会计算今天的账。他眉头紧锁，手指在计算器上快速敲击。今天营业额4200，成本2800，人工费1100。马老板声音里有焦虑，利润才300块，这样下去要倒闭。会计小心地说：“马总，要不想想办法节约成本？”马老板抬头，透过玻璃门看向后厨忙碌的身影。他看了老刘几秒，点点头，是该想想办法了。马老板站起来，整理西装，走向后厨。他经过炒菜台时，厨师阿强在清洗最后一个炒锅，服务员小李在整理餐具，准备收工。整个餐厅里只有洗碗间还传来哗哗的水声。马老板站在洗碗间门口，看着老刘专注的样子。老刘好像根本没注意到有人在看他，还是认真地刷洗每一个盘子，每一双筷子。这个男人就像个影子，17年来都在这个角落里工作。老刘，马老板开口了。老刘停下手里的活，回过头来，他脸上没有表情，安静地等马老板说话。明天不用来了。这句话在后厨里响起，像石子投进平静的水面。阿强手里的锅子差点滑落。小李停下整理餐具的动作。老刘愣了一下，又转过身，继续洗碗。听见了吗？马老板声音提高了一些。听见了。老刘的声音很平静，就像在回答今天天气一样。马老板清清嗓子，觉得要解释一下，餐厅效益不好，要裁员。你年纪大了，手脚也慢，我们需要年轻人。老刘还是没回头，只是点点头。我知道了，那你收拾一下东西吧，明天开始不用来了。马老板说完，转身要离开。等等，阿强忍不住了。马老板，老刘在这干了17年了，说炒就炒。马老板停下脚步，回过头，脸上有些不高兴。阿强，这是我的餐厅，我说了算。还有，这不是炒，这是优化人员结构。小李也站出来，可是老刘人很好啊，工作也认真，认真不能当饭吃。马老板语气变严厉，开餐厅是为了赚钱，不是做慈善。感情这东西填不饱肚子。老刘还在洗碗，好像刚才的对话和他没关系。他慢慢洗完最后一个盘子，擦干双手，解下身上的围裙。这个动作很慢很轻，就像在做什么仪式。马老板看着老刘的背影，心里算着，老刘每个月3500块工资，一年就是42000，这不是小数目。现在餐厅生意不好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想到这里，马老板心情好了不少。他开始想，明天就可以贴招聘启事，找个年轻人，工资给3000就够了，一个月还能省500块。老刘把围裙挂在钩子上，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。这串钥匙很奇怪，上面挂着10几把不同的钥匙，有大有小，有新有旧。小李好奇地问：“刘叔，您家钥匙真多？”老刘淡淡一笑：“老了，总是忘记哪把开哪个门。”马老板听了这话，心里更确定了自己的决定。
年纪大了就是不行，连钥匙都分不清，更别说工作效率了。那行，老刘，你早点回去吧。马老板挥挥手，像赶苍蝇一样。阿强和小李还想说什么，但老刘摆摆手，让他们不用管，没事的，我理解。老刘对马老板说，生意不好，确实要想办法。马老板听了这话，反而有些不自在，他没想到老刘会这么通情达理，这让他准备好的一堆理由都用不上了。那就这样吧。马老板说完，转身离开后厨。阿强走到老刘身边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刘叔，马老板这样做太过分了。17年的老员工，说吵就吵。”老刘摇摇头：“算了，人各有志。可是您这个年纪，再找工作多难啊！”小李担心地说：“会有办法的。”老刘收拾着自己的东西，一个保温杯，一条旧毛巾，还有那串钥匙。马老板回到办公室，心情很不错。他拿起计算器，重新算了一遍账。没有老刘的工资，每个月能省3500块，一年就是42000。如果再招个年轻人，工资给3000，一年还能净省6000块。这样算下来，一年能多赚不少。马老板自言自语，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。会计看到马老板的表情，试探性地问：“马总，老刘的事情处理好了？”“处理好了。”马老板得意地说，“明天开始，我们的成本就能降下来了。”可是老刘工作了17年，这样17年又怎么样？马老板打断会计的话，这是生意，不是养老院。他年纪大了，效率低，留着干什么？后厨里的气氛有些沉重。阿强和小李看着老刘收拾东西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刘叔，要不我们一起找马老板说说情？小李提议。不用，老刘摆摆手，他决定的事情不会改变的。那你以后怎么办？阿强问。老刘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走到洗手间的镜子前，仔细整理了自己的头发。这个动作很奇怪，因为平时老刘从来不在意自己的形象，总是蓬头垢面的。刘叔，小李疑惑地看着他。老刘转过身来，看了看还在办公室里得意的马老板，平静地说：“我去和马老板说句话。”“说什么？”“告诉他一声。”老刘语气很平静。“明天收楼。”阿强和小李愣住了，什么意思？老刘没解释，直接走向办公室。马老板正在计算器上敲敲打打，想着省下来的钱可以做什么。听到脚步声，他抬起头，看到老刘站在门口。“还有事？”马老板有些不耐烦，“有句话想和你说。”老刘走进办公室。“什么话？赶紧说，我还忙着。”马老板头也不抬。老刘站在办公桌前，平静地说：“明天收楼。”马老板愣住了，手里的笔停在半空中。“什么意思？”“等我一下。”老刘说完，转身出了餐厅。10分钟后，老刘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证件，放在办公桌上。马老板拿起来一看，立刻傻眼了。“房产证，产权人刘建国，我家就在附近，走几步就到了。”老刘平静地说，“地址就是老友记餐厅所在的这栋楼。”这怎么可能？马老板的声音都变调了。阿强和小李听到动静，也跑到门口来看。当他们看到那本房产证时，眼睛都瞪圆了。“刘叔，您是房东？”小李不敢相信。老刘点点头，17年了，我一直是这栋楼的房东。马老板的脸色刷一下白了，他记得很清楚，每个月的房租是15000块，一年就是18万，而这个收他房租的房东，就是他刚刚炒掉的洗碗工。这不可能，房东是刘总，一个有钱的投资商，
不是你这个洗碗工。马老板还在挣扎。刘建国就是我从来没说过我是什么投资商。老刘平静地说，17年来都是我儿子带我收房租，对外说是代理。你见过的那个刘总，其实是我儿子。当年我投资失败，妻子得了癌症，需要钱治病，我卖掉了公司，只留下这栋楼收租。马老板的手开始发抖。那您为什么要来洗碗？妻子去世后，我觉得生活没什么意思，整天待在家里就是想他。老刘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悲伤。来这里打工，找点事做，每天忙着，就不会胡思乱想了。办公室里安静的要命，马老板的大脑一片空白，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那个每天在后厨洗碗的老头，就是他每个月要恭恭敬敬交房租的房东。刘哥，马老板声音都开始颤抖了。别叫刘哥，我受不起。老刘收回房产证，你刚才说的对，这是生意，不是养老院。马老板急了，我刚才说的不算数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没往心里去。老刘表情还是很平静，我只是觉得，既然不欢迎我，那我也没必要继续出租这个地方了。不是，刘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马老板急得都要跪下了，但老刘已经转身要走。等等，马老板猛地站起来，您不能这样，我们有合同。老刘停下脚步，回过头，合同，你说的对，这是生意。对，是生意，您不能说收就收，这不合法。马老板强装镇定，我有租房合同，您不能随便赶我走，是吗？老刘好像不在意，那你可以找律师咨询一下，大不了我换地方。马老板开始嘴硬，我马老板也不是吃素的，17年房租我一分没少过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想搬就搬吧。老刘淡淡地说，看谁愿意租给你，你想涨房租，那我就搬走，看你找谁租。马老板掏出手机，我这就给我律师朋友打电话。老刘听着马老板的话，慢慢摇头。马老板，我劝你先别打这个电话。为什么？老刘从工作服内袋掏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，还有点事，我觉得你应该先看看这个。马老板停下打电话的动作，盯着那个文件袋。这是什么？老刘没说话，只是把文件袋放在办公桌上。阿强、小李还有会计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那个神秘的文件袋。办公室里的空气好像凝固了。马老板犹豫了一下，伸手打开了文件袋。当他看清文件内容的时候，脸色立刻变得煞白。股权证明书，蜀香火锅有限公司，股东刘建国，持股比例30%。这，马老板的手剧烈颤抖起来。蜀香火锅就是老友记餐厅最大的竞争对手，就在隔壁街上，两家店争夺客源已经好几年了。您是他们的股东？马老板声音都变了。老刘点点头。那您这17年一直在看我们的底细？马老板双手颤抖。我的菜单，我的进货渠道，我的客源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老刘平静地说，17年前投资失败后，老王拉我入股火锅店，当时我只是出钱，从不管经营。我知道你们是竞争对手，但我从不参与火锅店的经营决策，也从未向他们透露过你们的任何信息。这时候，小李忍不住问，刘叔，您真的没有泄露过我们的秘密？阿强也疑惑地说，怪不得隔壁总是比我们快一步推新菜。马老板猛地站起来，指着老刘，17年，您看着我们所有的商业机密，我从没泄露过任何信息。老刘语气还是很平静，
你们可以问问，我连菜谱都不看，只管洗碗。就在这时，餐厅的大门被推开了，一个穿着白色厨师服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。老刘，听说你暴露了身份，来人就是蜀香火锅的老板王老板。马老板看到王老板，脸色更难看。这两个人是竞争对手，平时见面连招呼都不打，今天王老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老王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刘有些意外，我在隔壁听到动静，过来看看。王老板笑眯眯地说，既然你的身份暴露了，那我有个提议。什么提议？王老板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，不如直接收购这家店。马老板听到这话，脸色刷一下白了。收购？对呀，王老板得意地说。老刘，咱们有40桌，他们才20桌，现在房子是你的，股份也是你的，直接碾压多好。我不同意。马老板激动地说，我们有17年的感情啊。感情？王老板冷笑一声，刚才谁说感情不能当饭吃来着？老刘陷入了沉思，一边是多年的合作伙伴王老板，一边是相处了17年的马老板，这个选择确实不好做。老刘，当年你最困难的时候，是我拉你入股的。王老板继续施压，现在机会来了，房子是你的，股份是你的，天时地利人和啊！王老板拿出一份收购协议，80万。买下这家店，员工我们全要，我不卖。马老板激动地说，这是我全部的心血，那就没得谈了。王老板冷笑，房租涨到5万1个月，看你能撑多久。刘哥，求您了。马老板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我可以改，我可以学着尊重员工。这时候，小李犹豫地说，如果换老板，待遇会更好吗？阿强也动摇了。蜀香火锅确实规模更大。新来的服务员小张也说，我听说隔壁包吃包住。看到员工们开始动摇，马老板更绝望了。王老板趁热打铁，老刘，咱们是多年老友，别为了一个外人放弃发财机会。你看看你，57岁了还在洗碗，何必呢？马老板急忙说，刘哥，17年了，您看着我从一个外地小子，我上有70岁的老母，下有上初中的儿子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老刘在清理储物柜时，发现了一张发黄的老照片。照片里是他和妻子在餐厅开业时的合影，旁边还站着年轻的马老板。那时候的马老板还很青涩，笑得很淳朴。老刘盯着照片看了很久，想起了妻子生前说过的话，那个小马虽然嘴硬，但人不坏，就是没人教过他怎么做人。17年了，这里确实像家一样。老刘自己说。王老板还在劝，老刘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这么好的机会不能错过啊！老刘抬起头，看着期待的王老板，又看了看绝望的马老板，最后看了看那些不安的员工们。老王，老刘终于开口了。王老板满脸期待，谢谢你当年的帮助，但我不能这么做。王老板愣住了，什么？生意归生意，做人归做人。老刘平静地说。老刘，你疯了！王老板不敢相信，这可是好机会啊，钱我不缺。老刘摇摇头，但良心我不能丢。王老板气得脸都红了。老刘，你会后悔的。说完，王老板愤怒地离开了餐厅。马老板听到老刘的话，眼泪都快出来了。刘哥，您别高兴得太早。老刘打断了他的话，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您说。第一，我保持房东身份，房租按市价，但不会恶意涨价。行。马老板连连点头。第二，你必须改善员工待遇，
没问题。第三，我退出火锅店股份。这马老板有些意外，但是小李升职为大堂经理，负责服务培训，阿强当主厨，工资上调500元，所有员工每月有100元奖金。小李和阿强听到这话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还有，我继续洗碗，但身份大家都知道了。老刘最后说。马老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都行，都行，只要您不赶我们走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就这样，一场风波暂时平息了，但是老王的报复很快就来了。第二天，蜀香火锅门口就贴出了大字报：老友记有内鬼，商业机密被盗17年。王老板还在门口发传单，说老友记的老板不讲诚信，员工不忠诚。更过分的是，王老板开始挖角，承诺给老友记的员工双倍工资。面对这种恶性竞争，马老板和老刘第一次真正合作了。他们一起改进菜品，提升服务质量，稳定员工情绪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用真诚和品质赢得了客户的信任。慢慢的，客人们发现老友记的变化，服务更贴心了，菜品更精致了，员工的笑容也更真诚了。相反，蜀香火锅的恶性竞争反而损害了自己的声誉。客人们不喜欢这种恶意重伤的做法，开始疏远蜀香火锅。半年后，老友记的生意不但没有受到影响，反而越来越好。而蜀香火锅因为恶性竞争，口碑一落千丈。这天深夜，餐厅打烊后，马老板主动来到后厨帮忙洗碗。刘哥，今天我儿子问我，什么叫恩情？马老板一边洗盘子一边说。你怎么说的？老刘问。我说，就是17年前那个帮我办证件借我钱的人，现在还在我店里洗碗。老刘愣住了。你还记得这事？怎么会不记得？马老板声音有些哽咽。如果不是您当年帮我，我早就饿死在街头了。可是我竟然……过去的事就别提了。老刘摆摆手。不，我必须说。马老板停下手里的活。刘哥，这17年来，您不但是我的房东，还是我的老师。您用您的方式教会了我什么叫做尊重，什么叫做感恩。你小子终于开窍了。老刘笑了。是啊，开窍了。马老板也笑了。以前我总觉得只要能赚钱，什么都可以不要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。比如什么？比如良心，比如情谊，比如家人。老刘点点头。你能这么想，你老婆在天之灵也会安心的。马老板一愣。您知道我老婆的事17年了，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老刘淡淡一笑。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拼命赚钱，我也知道你为什么对员工那么苛刻。你怕失去，怕再也承受不起任何损失。马老板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。刘哥，您都知道，我都知道，但我不说，因为我理解。老刘拍拍马老板的肩膀。但是你老婆不会希望看到你变成一个冷血的人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马老板哭得像个孩子。错了就改，不晚。老刘递给他一条毛巾。男人哭什么？让员工看到多不好。马老板擦了擦眼泪，忽然问：刘哥，你会一直在这里洗碗吗？会的。老刘毫不犹豫地说。这里是我的家，你们都是我的家人。那我儿子以后来店里实习怎么样？当然可以，但是……老刘停了一下，要从洗碗开始。好。马老板用力点头。我会告诉他，要像您一样用心。用心是对的，但不要像我一样。老刘认真地说，要做一个比我更好的人。从那以后，老友记真的变成了一个大家庭。
员工们工作更用心了，客人们也感受到了这种温暖的氛围。马老板再也不会随便炒员工了，反而经常主动给大家涨工资。他常说，员工开心了，客人才会开心，生意才会好。而老刘呢，他还是每天晚上在后厨洗碗，就像17年前一样。不同的是，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身份，但没有人因此而改变对他的态度，因为大家都明白，真正值得尊敬的不是他房东的身份，而是他17年来的坚持和善良。1年后，老友记成了这条街上最受欢迎的餐厅，不是因为菜品有多特别，而是因为这里有一种家的温暖。马老板的儿子小马真的来店里实习了。从洗碗开始，第1天，小马嫌洗碗脏，想偷懒，老刘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默默地洗完了小马该洗的盘子。第2天，小马又想偷懒，老刘还是默默地帮他洗完。第3天，小马实在过意不去了，主动问老刘：“爷爷，您为什么不骂我？”老刘笑了，因为你爸爸17年前也是这样，但他最后变好了。从那以后，小马再也没有偷过懒。有人问老刘，为什么要对马老板这么好？老刘总是淡淡一笑，因为我老婆生前说过，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。17年来，我看着这个年轻人成长，就像看着自己的儿子一样。明天收楼这句话最终没有成为现实，但明天更好这个愿望却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慢慢实现着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